张总，咱们合不合作？就你这种，没看错你，是吗？观察你2年，2年我给你还你4个字啊，你找我是信任，我给你装好是责任。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姐姐。这家是的，那一上午搬家了，搬出去了。我之前说出租了，刚到出来，刚到时候我就来。看看呗，给琢磨琢磨。我研究研究，瞅瞅这房子装完了怎么住，谁用？我住啊，自己住是不是？对呀，就我们俩住。窗户换吗？我想都换。我个人建议你换了，然后将来咱们家的施工标准、工艺日常的这2个垛子能砸尽量就给它砸了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往外扩一扩，能扩多大扩多大，让亮堂。将来这里别贴砖，不好看。然后将来咱们家那个厅位置，我目测啊，基本上还是这么摆放，这面是沙发，这面还是电视。将来以后行动上啊，乱七八糟的屋里边，尽量针对于您这一套房子这一辈子就装这一次啊，咱不能成天老整它。那么我接下来我想说的是，你要装适老吗？什么叫适老？你要想你家10年以后，你这个房子，我说话直接，别不爱听啊，说摆柜啊，或者你别整那些棱假的，磕我办不上。哎，我这你不说一会儿我都得说，所以说你想吧，得太那太没有顾客着。这就是适老标准。确实。第一步，一进门这个位置，我可能会考虑给你放一个大鞋柜。通点的好处是啥呢？你家这个位置，这个管子永远都不会拿掉，以后进屋你家这边啥也没有。为什么我要说做通顶的鞋柜呢？你家这个位置是厨房，如果这个位置做通顶，这个墙砸掉，冰箱往里稍微踹一点点，因为你家厨房太小了。对呀。一进门鞋柜，我是打算给你放在这儿，下柜你俩的使用率会非常高，上柜基本上就放一些陈年旧物，然后我还要给你放一些挂衣区啥的。对呀。因为你的衣服啥的你有人放。鞋柜再做个挂衣区。那当然了，必须得那么做。我要给你讲重点，是老房的重点，一般人都不懂啊。假设啊，这个位置我不会选择从这边进深，我会选择这面给你做空开格，里边是大长柜。一进来以后，这嘎是空开格啊，我这包我啥我都能放下。我转过身了以后，我再把衣服脱了，我挂这里头，然后把鞋脱了塞这里头。这底下给你做空着的，放鞋的，哎，你都不用猫腰，就直接脚往那一蹬，鞋就穿上了。将来以后啊，咱们把这个墙砸掉了，这块有管子，回头我给你出设计啊。假设啊，说洗菜盆放这呀，将来它就没有了。橱柜我是直接给你延伸过来的，平的。当然了，如果可以的情况下，将来水盆放这个位置。上阳台不影响吗？水盆？你放心吧，你这个位置将来是这么高，你的水盆的位置大概在这儿。将来这个窗户我们可以采用说在这儿开，也可以在上面，咱哪开的一样。你得考虑这个窗户，第一是采光，第二通风，没毛病吗？对，是不是这道理？这都能规避掉。如果允许，这个柜儿咱们不过60公分宽的，咱们做多宽的？咱做50公分。要你这两边你说有啥用？这有啥用？有用吗？这有用吗？这全是美人死角有用吗？还是张总厉害，张总厉害，这一说，你要是做50公分宽，正好跟这个墙掐齐，看着没有？正好跟这墙掐齐。你别小，你可别小瞧那10公分呐，这10公分老大用处了。张总，咱们合不合作？就你这种那啥，没看错你，是吧？就是在抖音看你的，还不是说朋友啥的介绍或者就是抖音。感谢，观察你2年，2年我给你还你4个字啊，你找我是信任，我给你装好是责任，就完事了，多了我就不说了。现在咱俩沟通完了以后，你没发现你家这个厨房储物空间属实是有点小？我的想法是啥呢？这墙是拆掉，从这个位置正常开门留门，然后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啊，这个墙往里砌，大概在这个位置站墙，外边余幅出来大概是16公分，这面余幅是10公分，一共是26公分。26公分啥概念呢？你可以做一个30公分的矮柜，能明白吗？在这底下对，不用太长，大概这么宽就够用。这个里边呢，按照正常的这个马桶，你家的下水主管道在这个位置。我将来的想法是，我打算把马桶挪里出来，这块将来不就是一个石墙了吗？门是在这个位置的，花洒啥的我们采用放这面墙上是合理的。那个叔叔，我说这些听明白没？没听明白啊？那个你这么的，叔叔，我这来比较仓促，啥也没带。没有。等回头一上我家，我给你准备点东西啊。那倒不用，想法的，给我们设计好了，就是让我们舒心、得劲儿了、自在了就行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找惠德，别的我不敢保。关注惠德2年，惠德就送你4个字：找惠德是信任，惠德还你好房子，这是责任。还有一句话就是找惠德，别的不敢保，装好房子没问题，就这么地。最后一步环节，握手，感谢信任。等着我的下一步你不用着急，设计师按照我这个思路做好方案和他的这个想法，把这个施工项目给你列出来，就很简单。列出来完了，到公司对报价直接就出来了。行，完了我到公司再看看材料啥的。行，你当然得看了，那就先这么地。我看一会儿你还有事儿，感谢信任。谢谢。咱不能他妈得了便宜卖了管，这墙干完了以后，你回头你还说应该的，不是叫得便宜卖管。就这个墙我没收你砸墙钱，我也没管你要钱，我给你砌上了，我给你做上了，你怎么能说我工程有毛病呢？张总，我没说你工程有毛病，你刚才自己说的呀。我没有说这个，我想的多大，就要多大，咱得根据咱自己家。你好，也来了。你好。张总，我今天首先见你，我今天对我的评价就是感觉我好像是坑你了、骗你了，来哪吒你了。我没有这个。我门关上。所有的就是从装修到现在，你就是我们家这些经历过程你都不知道，你只是片面的就认为，哎呀，今天2000块要他不舒服，他今天来找病，我一点的意思没有。我既然选择你了，我就说不差钱。你当初也说8、9万承诺我，我就这么装了，我也没说是再跟您咋讲。现在我就考虑我家的问题，从装修到现在，没有一件事让我舒舒服服的那个感觉。先解决你的问题。不是，今天你要把这门解决完了，那些小问题，我就算是咋的，我相信你了。
行，我就认为你行了，我就吃亏占便宜，我就这么样子。那不行，你行我都不行，不是，我必须得你得劲儿。咱来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，我们就先看看这个问题一项一项的都在哪儿出现的，到底哪些是真正的问题，哪些不算是问题。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，大哥？哎，那么我们现在就说第一个问题，开工吧，咱这个墙，我们家是在这儿开的门吧？啊，对不对？在这儿开的门，完了你说把这个补上，是扎上啊。后来人家施工人员说的，这个墙留不住了，都糟了。完了说的拆墙让我掏500块钱，给没给吧？我没给啊。我没给啥原因？我认为这个墙吧哈，你说这边瓷砖，那边瓷砖，这是单撇的这个墙，你砸了2头，你还有啥了？我心话你们干吧。我没掏这个钱，这说心里话，你让我掏钱，那现在这是刚开始施工。不是你这么的姨，这块有个门洞，然后这个门洞你们想堵上，后来发现这个墙使不了，得拆了重砌，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。然后到最后是堵上了还是拆了重砌了？拆了重砌，拆了重砌，管你要钱没？当初管我要钱，我要是有点小心思，我就掏这笔钱了。我说这个墙吧，我认为是谁管你要的钱？我不说谁管我要钱，现在就是说那忘记不用谁行，那刘玉来，刘玉上这儿了，工长过来了。我不知道啊，就是说这笔钱我应不应该拿？不应该拿。对呀，对啊，这么个情况啊。原开始这有一个门洞，门洞是啥呢？咱给这门洞砌上，两边呢是原始墙，咱不动，是这样的。咱收了阿姨一个砌门洞的钱，然后到进场第一天我就说了，我说这个墙咱们就这样给你留住，两边有墙嘛，能留住咱们省气省砸，省得再花这个钱了嘛。然后我说先尽量给你保留，我说有可能留不住，因为这个墙我太了解了，它12墙，而且是不是红砖砌的。两边一扒砖一刻，我感觉活动。我当时就给阿姨打电话，我就跟阿姨说，我说阿姨这个留不住，我说这个吧，因为进场的时候我也跟设计老师说了，我说这个墙假如全打掉，指定会增加一个费用，但是让设计老师给你算一下。阿姨是不是我这么说的？然后你是我说你跟设计老师你俩对接，我呢正常就是你应该没给，我也干。刚开始吧，头一天。你这么的，咱先听他说。你听我说，阿姨是这样的，我都不知道你给没给他钱，给没给公司。我是不是把活阿姨，我是不是把活全打掉，小气了？对，没毛病吧？阿姨，中了，这我就完了。呀，首先从施工的角度来讲，原有那个墙用不了了，然后咱给你扒了重砌。如果这个钱要是您没出的前提下，您觉得这个还是个事儿不？但我心里不高兴。我头一天刚签完合同，第2天来砸墙了，就管你要钱。目前针对于这个墙怎么处理你能满意，咱能解决完？现在你给我砌上这，我没拿钱啊，得没得劲儿？我现在是得劲儿，现在是得劲儿了。得劲儿，我心里从一开始。不用，咱就事论事。我不能说你在这讹，你给我拿1000块钱、1万块钱吧。不是，没事，你要我能给。不是，你要我能给啊。我知道你的为人。第一个事儿就是，您刚才说对施工有问题，姨，我得反驳你一句，你说的不对。如果我的施工真有问题，姨，你信不信？就那墙我能给你糊弄上？能。你信不信？信。那为啥他非得多一句嘴？他就为了要那500块钱吗？不是，就无论是砸墙的人，还是砌墙的人，还是干活的人，如果他想糊弄你，他完全可以不吱声，他完全可以跟我说，张总，你看这幅墙酥了，要不要跟业主提一句？要提一句的情况下，能不能认为是增项？如果要不提的情况下，这个墙如果真是用了3年2年的，砖掉下来了，算谁的？他完全可以跟我这么说。姨，我想跟你说的是啥意思？施工上没有人糊弄你，可能是沟通上有的时候会让你不开心呢。但是姨，真材实料的东西，最起码砖咱没用陶土砖，电线咱没用次电线，墙酥的墙咱没给你对付屎，没毛病吧，铁子？那我想问你一下，就是不吱声行不行？不吱声，你这个墙你对付不上。张总，真的，咱不是说年头多了，墙还薄，你2头瓷砖一砸，你想想你还有。那我再换一种说法，姨，第一，我没收你拆墙钱；第二，我没收你砌墙钱，我不给你干，没有毛病。你提钱的事儿不就是收钱吗？那我不干行不行啊？我不收，我不干行不行？不干这个墙，对呀，我不收，我不干。姨，你自己出去找人拆，自己找人砌去，我干不了这个墙，因为我单子里没有这个，有没有毛病？姨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上个面条店吃碗面条加肠都知道花钱，那肠是应该的吗？就这墙我应该给你砸，我必须应该给你砸，我必须应该给你砌吗？留不住，那你说你留不住，你留不住那是你房子的事儿，你咋不找开发商呢？那你应该头脑应该考虑那，我考虑那按照你跟我说，这管我都应该给你换了。那不对，我给你改管卧墙了。那不对，那卧墙你现在哥们儿，我说没毛病吗？就我刚才我说的很清晰，我说你咋整你能满意？到你那你感觉会得你啥都应该给我做。就这个墙我没收你砸墙钱，我也没管你要钱，我给你砌上了，我给你做上了，你怎么能说我工程有毛病呢？张总，我没说你工程有毛病，你刚才自己说的呀。得亏您儿子在这儿，就我想跟你表达啥意思？我的错我承担，你想怎么满意？你说会得就这墙，就现在虽然你给我砌了，我就不得劲儿。你说数，不得劲儿，我没。你刚才自己说的不得劲儿吗？我就是说你干这活交500块钱，交500块
块钱就是不没要的钱吗？我现在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来了。那你说我要需不需要？那需要我给你拿点钱还是咋的？不要，我不需要。那你说你那意思是怎么的？你能满意？咱不能他妈得了便宜卖乖。这墙干完了以后，你回头你还说应该的？不是叫得便宜卖乖，你这观点我不同意。大哥，咱不多说，拆的一个墙，我砌的一个墙，管你要2000、1000块钱犯毛病吗？还500块钱，500块钱都不够干啥呀？所以说老弟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作为外行，我们因为我们也不去。你要说事儿，大姨，你要说事儿，我项目单里有啥我干啥没毛病。没毛病吧？你项目单里我就给你砌这么大个墙，我就干这么大墙，没毛病。对，那你就做呗，我就是你们就做，我就没拿。但是你这惠德，咱不是品牌嘛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铁子，你这我说的没有道理。你铁子，你听着啊。刚才大姨说一句话，那你就做呗。我说我项目单里我有这么大气这么大，全城市全国都这么干，为啥有项目单？我项目单里有啥我给你干啥是不是没毛病？因为我然后大姨说，作为外行，你说大姨说句啥？那你就做呗。哎，老弟，我们作为外行，我们知不知道这个项目单里面不包括这一项？你知道？你作为你一定是知道。老弟，我作为外行，我发自真心，我绝对我在这儿。刚才人大姨自己都说了，这个事儿吧，不要纠结，就是说你第一天来就给我添堵，就说砸墙要500块钱，我就认为现在没花钱了。对，现在就是说这个没花钱，你们做了已经很好了，但是我不纠结这个事儿。你不纠结不行，我得纠结。那你纠结就纠结，那是你的问题。你不纠结行吗？你要求完美，你要求啥？那是我不是要求完美，我必须把道理跟他讲清楚。得回咱家有个老师，我能说清楚。我也明白，但是我心里不。觉得这个你不得劲儿，我必须得给你讲清楚了。你不光你要得劲儿，我也得劲儿。刚才铁子你说了一句话，你说你作为消费者你不知道这个事儿，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。你说的对，对吧？你说的对，就像上学似的。说我上课题我怎么讲1、2、3，我不专业，所以说我把孩子送到你那儿去，没毛病吗？对呀。但是中间有一个重点是啥？大姨知道这个墙，我只收了一个洞口。大姨是知道的，刚才来的时候大姨说了。你们这嘎达收洞口钱，就这是都你们说的事儿，我不明白这些事儿。哎，老弟，我们要知道我孩子学不明白，我还得交500块钱的补课费，我就不学，我导致的我提前。你家孩子学不明白，交500交补课费就不学了，自暴自弃不上学了。老师我不懂，你听我跟你讲啊，咱一个人说，老师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不懂这里边的逻辑思维啊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墙我没收钱，我给他砸了，砸完我砌上了，砌完以后，我大姨告诉我那意思好像是还不满意，怎么？我们不满意，我就是说你们做完了，我满意，就是说你们该砸墙该砌墙，这是你们的那啥，我不知道应该咋做。我来呢，我就是想解决问题的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我说实话，我也心里不得劲儿，你心里也不得劲儿。谁提的这事儿？来，我问问你，我没提钱。谁提的？大姨谁提的钱？我不知道啊。反正要500块钱。来，过来了，你过来了。工程部经理谁提的钱了？你主要是说我没有事呗。我是说咱这个已经是不在合同范围之内。我说你跟室友是沟通这个费用。那这500块钱这个数谁提出来的？工厂部这边也产生费用。对，我说这家那一面墙吧，那个连工连拆带砌的话，给你添500块钱行不行？对啊，完了那个我跟一汇报的，一说不认可，完最后工长也挺讲究，也没收。把这事就给担了。对，那我大概我明白那意思了。那个大姨，你看这么的，那个这500块钱这个事儿，惠德给你拿回去行不行？我不要，我把这钱我给你拿回去。张总，我不是说要，我这500块钱我不为别的，我就想让你心里得劲得劲。我不用得劲，这个事儿能不能过去？我不要这个钱啊！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张总这么说，你说你张总都让你心里得劲儿了。我就是想让你心里得劲儿。大姨，我就想问你一个事儿，这个事儿你觉得嘉阳包括惠德的做法，从施工角度来讲，别说从情绪上，对，你觉得满不满意？匠心精神角度来讲，这个挺，咱是不是不雇了人？对，最起码有问题。没有，你看你现在500块钱，打个比方就500了，就现在管你要5000，最起码这个事儿是有价的。如果将来以后，比如说这个事儿我不提，过3年2年摔掉下来了，我们公司黄了没了，你找谁去？我说是不是最实在话？这个事儿 OK 了吗？你对工程部如果这个对匠心精神来讲打满分是100分，这个就光这个墙能不能给打上100分？这个能吗？但是对于工程部，包括这个拆除的时候这个态度问题，就绝对就是0分。我替你打了，就完事儿了，行不行？那么现在咱话说回来，针对于这个墙怎么做你能满意？就是你能把这个事儿说惠德这事儿行，那么地吧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了。怎么做能做到？你不说了吗？就500块钱就达到我那啥了，我不来给我记上点，一个500了啊，500块钱能满意不？对，人家要500呀，咱们就500啊，对，咱不能去强加意。对，没毛病。一我就先不要，你这为了你的体面啊，行，我给你拿过去500，可以不？没问题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么整可以是吧？没问题。能不能先下一项？看还有哪个问题？那个刚才这个窗户，我看看。你要有第2套房子，你长春市随便找一家装修公司，你要能遇着我这样式的，就票完你还能收到的。你家这个屋现在视频为证，装修花多少钱2倍给你退过去。厂家吧，做完了吧哈，咱们这个甲子低，这头高，
完了我就跟厂家说了，厂家第2天就来了，一看这凉了，他说不对，我们的错，这个差的公分太大了，就把这个用千斤顶下来，顶在这里打的膨胀螺栓。哎，那你说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窗户的问题，好像是墙的问题，气墙的问题吧？是它那上面有个梁，它那个梁就是不平，差了5公分。然后阿姨呢就说要求想要它平的，完咱们第2天来看了，完了那个就把为啥刚才阿姨提到是千斤顶顶的，确实是，完之后把这平度现在找平了，里边是平的，但外边不是平的。对，原因是他家那你上面有个梁，知不知道啊？阿姨她就是要求必须要一点都不差，不是说我说一点都不差啊，工人来说的，马上整改。现在就是能不能接受他这个事儿？现在人家厂家好，你知道不？服务态度好，人家来及时就整改了。完了还给我免费做纱窗，我没管你要纱窗吧？我一口我都没要。你说给我做让我吃饭，我啥都没要，是不是？我说咱们来了及时整改了，挺高兴的。这就说明人惠德，人领导厉害，人家厂家吓死我了，直接就那啥。我弟你听我说啊，就是他安窗户时候吧，还有个啥事儿呢？这事儿不应该提，就是完了之后人家安窗，反正那也是每个人性格，性格这都躲了，那脾气他都跟我说要给我承认错误，我就站这块儿躲了。那意思我站这个瞅不对了，完了我说这态度我还花钱买的，我还不像说的你给我白粘，你这态度我真接受不了。南窗厂家的那个工人，你这个美女一个劲儿说道歉，我就跟工人培训啊，基本上我明白了。从施工角度来讲，从窗户角度来讲，咱不提他送不送纱窗了，应该的，该谁让他自己没整明白了。我都没直接要，我知道，咱这不得粘吗？是不得粘上啊？那送啥色儿呢？把精装网的就市场上100片一扇纱，那个行吗？那个行不行？说心里话，我不差那几百块钱，咱就说这个事儿，人家是主动给你那啥的。他得说你挺有水平，送礼能送出去。不是送礼，我真问你问他要吗？我没有疑惑，我说你先别做，你别给我做，人家把纱窗拿来。把我们点诚意吧，阿姨接个纱窗，然后再一个，还有这儿啊，对，那个能接受吗？他这个赔礼方式能接受，这事能过吗？得饶人气饶人，咱不能说这啥事儿都那啥。啥也别说，我就是说我太信任你了。这个事儿纱窗能摆平不？摆不平了，咱提钱也好使。啊，你说也行，不用，也不用，纱窗就能摆平是吧？这个问题过没过？过，咱进下一项行不行？分水器吧哈，你看看这大包，咱们就这么事施工，你看看合不合理？搁哪儿？这个头一个，妈，白金版的，白金版那是我要求的，花钱没有？没花，花了，给了，最后给了，最后给多少钱呢？就这儿，给2000块钱。白金版给2000呢？啊。不是白金版给2000，就最后人找的，最后人那啥，咱现在先不谈这个。你看看那啥，你看看这块，一会儿咱再谈。白金版花钱没？阿姨，我是地热的啊。我跟你说一下，地热厂家来，你为啥没安上第一天？不是没安上，我工人可以安上，因为咱料已经进来了。阿姨说你这平面不行，换白金版。我又要工人走了，然后这个位置厨房这个位置地面低，第一我说拿板垫一下，完阿姨说那个你不行，你给我磨上。当时是8组，后来我们就只做了7组地热。完了之后，那个德刘老师也协商了一下，说那就那组地热就那啥，就当白金版就这么顶了。完后来工程部经理行，那你答应你要求，给你抹上水泥，完了才第2次分水器才粘上，第1次就没粘上。说一下情况啊，咱正常这3个钉固定了，这钉没固定上，确实你这墙土钉有个坑。完了我说那个钉我留现场了，跟刘工也说了，我们到时候就是外工就是贴完桌嘛，因为阿姨说后边贴桌，我这块留个3.5到4公分的空，方便贴桌嘛。他这块就固定不上，我说贴完桌直接外工直接固定。这不一开始他们建议我给我买的白金版，我说那我不同意，白金版一踩将来虚宣的，那不将来不我遭罪吗？这要塌了往下宣。这边垫不垫白金版呢？没垫呢，我没同意啊，那边垫了。那你不怕给踩塌了啊？不是，那白金版是搁底下，它是搁上边，这是为了那个垫这个分水器。管你要钱没？没要钱呢。没有钱，那是我要求的，我要求的。那现在还差哪儿了？你现在拿着，你看这后边都给我搁的啥？大姨呀，我干这些户了，没人纠结分水器后边有啥的。不对，他这是后边这大窟窿。你怕你瞅他呀？不是怕你瞅他。不是，来大伙看，就这有毛病吗？这活干的？不是，你把这白金板你拿了，你看看他是不是那啥？他现在是白金板。我拿它干啥呀，姨呀？这大窟窿你没看着吗，张总？哎，就这样式的。你都写上了一个充满科技的住宅。不是，张总，你看看，就这种情况下，你就开始钉钉子，你家你能不能这么钉？墙得找平了才钉钉。不是大姨，我就想问你一个事儿啊。刚才我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啥呢？就是我们放过自己，也放过别人。我想问问，就它平不平是怎么的了？是它能漏还是咋的？还是它不好看呢？你最起码你开开这嘎是橱柜，这嘎是美观这底下，你不能搁泡沫的那个。就你现在你开不开橱柜，你能看到后边是咋的呀？你这活干，就是不说谁家墙这么大窟窿，你就开始贴分水器去。我要说二房改造都这么干的，你是不是行？我给你抬杠。不相信，没有这么干。来，工程部汽车厂找一家。来，现在你手机里有没有铺完地热照片了？不都这么干的吗？那后边还有线呢。你后边有没有线？我不管人别人家，我现在就你这工又不管别人家了。你看看，这哪个像这个？按照你那个逻辑说，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，惠德谁家我这么干呢？你放映机放这了，上面是我电线，这
分析器漏了不漏电了吗？你还这么想呢？我不懂这个工程，你这我要是就不懂了。来，我看别人家怎么是这样式的，都这样吗？那还咋的呀？你咋样？你没有这样式的呢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你说那你咋整能舒服？不是你这个最起码就像说你地面给我抹了，你这墙给我稍抹了，我服了，是不是？你就这样，我服了，你服张总。大哥，你告诉我咋整？你说我说你不用，你没强合理，我错了。大哥，你告诉我，就这地热，就是说后边这个墙什么乱糟的，我不提了，全是我的错。你告诉我咋整？大姨能舒服？张总，那你说这是不是事儿？不是事儿，我考虑问题，啥事儿都不是。这大姨呀，很负责任，告诉你，你已经遇了惠德了。那不对，那不对，最起码我家的大姨，你要有第二套房子，你长春市随便找一家装公司，你要能遇着我这样式的，就这玩意儿你还能说道的？你家这屋我现在视频为证，装修花多少钱，2倍给你退过去。你告诉我咋整？你能得劲儿？你说就完事儿了。我不知道应该咋整，就是不得劲儿。不得劲儿。哎，你就不说，完你就是不得劲儿。当时你要是说把这坑怼上给干啥的话，那你说这我现在怼赶趟不？那你怼吧。来，明天给抹上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这段贴上，能做吧？啊，行，明天抹上，这段贴上，这回解决。这是事儿不？你说是我的那啥吗？当初你要是说我咱是不是你的问题不重要，回头让视频大伙看看是谁的问题，行不行？让大伙看看。啊，让大伙瞅瞅到底是谁的问题，这事儿能过不？还是怎么的？你说个数？你说咋能得劲儿？我来就是让你得劲儿的，你说咋能得劲儿？那你们就包损失呗，你看能包多少损失？行，你说个数。我说数，我不知道这玩意儿多少钱。包哪方面的损失？是心里不舒服的啊？哎呀妈，整个没收费。那个你心里就是这个损失，你要不了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？你说，我不知道。我要跟你反驳，我都不是人。我不知道这玩意儿。你感觉呢？我现在就是扣我2000块钱，我不说，就是说那个最后施工那个说涉及到砖，我说这墙砖咱提，你说不好看，就加那2000块钱。我就认为那个做的。听没听明白啊？明白了。这个咱一个事儿说，还没完事儿呢。就这个位置多少钱呢 ？OK， 那就2000块钱，你就返给我就完事儿了。2000是吧？记着点，2000啊。现在2500了，没毛病吧？这事儿过没过？过啊。那我还用给你摸不？不用。OK 不？行，听懂了吗？来下一个事儿。你资质没提钱，但没有钱解决不了。对呀，啥事儿是没有钱解决不了。咬文嚼字，我绝对是咬不过你们，你们都是书香门第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那个咱得讲理。你讲理吗？这嘎这是洗衣机搁不下，你这嘎达啊，这块是洗衣机是56块出来了。现在这墙垛这么整的，那你看咋整？这墙垛是48，我的洗衣机要55、60。哎妈，我这胃疼。我不是饿的。你这个门，你这嘎搁到这儿，你再整2个垛，完了你这个门再开那个厚度，你算算，他们都说能达到700、750。给我做假的最好，我能看出来咋回事。如果做不到那个，定尺寸700，定尺寸，这个印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去刘门下楼给我买瓶水去。那怎么整啊？谁哪个爹出来给我解决一下子？听我说2句话来。这边吧，我这有点突兀了呢。这边吧，我们是2种做法，因为他家有王宝人，这就往里边是进不太方便。这是第一种方法，是我这给他补了。第二种方法是我把这个墙后边，咱这有墨灰5公分，还有后边这个墙，它是一个后墙，稍微给它掏进去8公分左右，这样的情况也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大姨，哪种方式你能解决？你能接受？你想咋整？都我说的，我都不接受。现在就是说你把洞口给我达到75。就是做成了，那就 OK， 就不用。你听我跟你说，你的想法是啥呢？你愿意咋干咋干，我就要我这个洞口75，洗衣机搞这嘎达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你是不是听明白了？你能做到？没问题，你能做到。那一刹走人的面积还是算是门框啊？走人的面积。你算是门框，得达到800了啊。那就得达到820、830、700正常都够用。不是你别正常，现在就不正常。我咋整？就是你的要求跟标准就是必须得。我的净尺面积750，70都不好使，是不是这意思？那你想想呢？我不用想，就是你咋得劲儿我就咋整。是啊，我认为是得750那啥。这活干的我他妈的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气我胃了，咋整啊？给个我说这个东西因为啥？不是你等会儿了，我忘了这说完了。大姨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一般的洗手间门就是70公分的标，你要不信，我一会儿我回家，咱俩全程开视频，你看看我家那门多大。我撒谎不是，你别不是，我是啥意思呢？就你满意就行。你说惠德，我就要1米的，我就给想法让你整1米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门口既然你都做这么大了，是不是？这也不是我做的，你们又说我要88又80几。就是妈，我先说一下。原来当老师之前我搞设计搞设计就是航空航天。你这个东西你要把你设计的产品你要安到这个航天器，它一定有尺寸，一定是可定可靠的。你这个东西做大了也不行，做小了也不行。我从来不在群里说这些话。完了之后，今天我看呢，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，如果我把洗衣机往这一拿，你发现这个洗衣机是出的。你这个门里完了之后呢，我这头是往里开的门，他俩就形成这个干涉。今天要给咱惠德提个啥意见？就是说，今天小刘在这儿，小刘这个包括啥的都能解决态度都没啥问题。但是我认为是啥？我今天不高兴是在哪？设计的人说的不是他们的毛病，然后呢，那个施工的人呢也说不是他的毛病，就大家都说不是他的毛病，那你说无外乎就是设计就是，那不是你的毛病，那就是我们的毛病，你说是不是，老爹？我听懂了，老爹试试来，听懂。
你怎么跟业主说，就证明这块跟你没有关系的？是因为啥呀？我设计图在那儿呢，那阵开始砌墙的时候也定，这边洗衣机600万，这边剩750洞口。然后今天忽然业主往群里边发的洞口，我一看咋这么大呢？完那边业主给我发微信了，我没接着电话嘛，说那个我的洗衣机50多公分，这块剩40多公分。然后我一看那视频，确实洞口太大了，所以我就很懵。然后我一回电话那阵可能也在那个激动。老弟，我打断一下，我不应该打断。你不应该懵，你作为设计师，今天领导在这呢，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东西这是多少，这是多少。你说的没毛病，大哥，你说的一点毛病没有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他说的太对了。你不能懵，你咋能懵？你设计师，你就像你是老师，你教学生你不能懵吗？你不能懵。对呀。首先第一件事，你确实不能懵，但是呢，有一点是啥呢？他说的那个懵跟你说的那个懵是两个懵。首先你说的没毛病，就是说这个洞口确实大了，那么大了，既然大了小了，不管那事儿，因为啥？咱们要解决的是这个业主的需求跟要求。对。这个位置。现在你觉得刚才阿姨说的这个洞口这个位置能不能实现？它现在是60，这边剩74，就常规的门口卫生间门的洞口，咱安完门扇的话，里边净剩70，就是常规尺寸。常规尺寸你剩70，你这门一开，那门还挺厚的嘛，对不对？门不厚，你门不厚，你还有那个极简玻璃。是，我知道那极简玻璃薄的，你往后一开，这个门呢，它和那啥，它是不是应该有2指那啥距离？我往这一拿一走，对不对？你包不包含？你就算你做。不是咱不犟了，你说你要咋整，我就给你咋整。我现在你们不说都能达到都够吧？你给我做个假的，咱一量，咱就够75，咱们就不是。但是现在可以量。他现在来吧，去吧，来听我跟你说，大姨，咱不量了，咱也不整了。你的要求就是这个位置里边的门剩750公分，就是我愿咋整咋整，是不是这意思？O 不 OK？是不是这意思？你想咋整？你想知道？那你觉得这玩意儿？你得说说我听你是专业的呀，你是专家呀，你专家再给我解释这东西咋整啊？那我就给你解释。我有2种方案，你看你能接受哪个？第一个方案呢，就是我把这个墙给它往里伸一伸，大概伸这么大。第二个方案就我把这墙拆了，砸了，重砌，洗手间乱七八糟重整，你能接受哪个？那我没别的，那空间就这么大，你让我咋整？那你当初你要是考虑这墙往外过，咱不提当初了，当初你要大姨啊，你要提到当初啊，我自己扇我自己2嘴巴子，我都后悔药都没有。你要这事，你得在外面扇老多了。那是我搁外我都得死。我都活不起了，我都不整啊！大姨，我就想知道你希望我怎么做？就像你说，你给我凿，我挺好的墙，呱唧你在这给我凿了，给我开个口子，我不接受啊，对不对？你墙这个门这么窄，我不接受。我就是说往后的情况下，我跟他们也发牢骚了，我说我不相信你，不行，你当初也说退钱，那我就退钱啊，对吧？行，就解除这合同，行，对不对？我当初我就说就是这么办，行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说来讹你们来怎么那个把这个钱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我心里也不舒坦。人花钱得有钱得花到心里有数的，都是个人修个人舍呀。对，个人修个人舍。慈禧于物，正己化人嘛。要你说给我钱给我啥，我不是说差的钱我不接受，真的。我一个是考虑我现在我那爱人还有那在车里一大天，整一大天，吃了你们一盒酱。真的，你爸现在是还让我阿姨啊，真的，我慈禧于物，正己化人，原谅自己，原谅自己，我是尽量原谅，我这不原谅吗？小野不言我不原谅吗？就是分水器那让我不原谅吗？那分水器我不花钱了吗？不是你花钱，就是不给钱的情况下，我是不是也原谅？我不给钱你不干吗？我没不干，咱得这么说，对不对？那个阳台那个窗户那个，咱也原谅。安啥窗了吗？安啥窗？我这都不是我的要求，这都不是我的是达不到你要求，你也不满意啊？不是，我不满意也行了，现在已经都通过了，现在已经通过，你不给我这个钱，我已经通过，现在唯独这个墙。我就是太不认可，你说了承诺，你不认可我就给你整到你认可呗。你得那啥也承诺，不满意咱们就退钱啊，是不是？你都承诺是不是？那现在达到这种程度，我不满意，那就退我把钱就退给你呗，是不是？那我你给我公司交了多少钱呢？我交了5万1。你希望我退你多少钱？那你说你们，我不知道你承诺咋说的，不满意退钱呢？就退全款呗，行吗？其实我不想做到这一步，张总，你说我想做到这一步吗？那我就是说，你给我退了，我是不是还找人该扒就扒，该做也得做，还得把这工程往下走？那不用了，明天全扒了，就是把这个位置扒了重做，就扒个洗手间无所谓，你就记着啊，在工期之内我必须给你干完，干不完1天赔多少违约金，合同上全有。现在你们工期扒了就完了，现在我都不计较。明天我扒了行不行？我把地热都刨了，重做，包括你后边那个管。现在人家家都对施工不满意，有动静，家都说你们家不是我的事儿，是我处理。就是说谁处理也好，老师，你觉得这事儿怎么办合理？真的，我真不满意。咱往后还有工程呢。没有，往后没有了。还有那个大白。不用，没事。还有，咱往后再说往后的事儿。老师，你给我个建议，你让我咋整？你说吧。其实孩子吧，说心里话都不参与这事儿，房子事儿，所有事儿都是我牵扯他来，那病人也脱离不开，都是我牵扯。不是，你知道为啥我问他吗？因为咱家里边有一个明白事儿的人。我不想闹这事儿，那你就说我不明白。不是你不明白，是我不明白。我想让老师给我上一课。张总，不是老师，他没那么大能力，他不见得有你那啥。你有什么想？咱就是这个也是跟你说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就不想往下走了，这说心里话，就凭你们刚才工人说的所有的那个，又怨我做动啊，又怨我那啥，让我说我答应的做这个。从我进屋哪个人又怨你了，大姐阿姨呀？当初说的你们那。我进屋到现在全程视频没停，谁又怨你了？你没来之前说的我要求的这个洞口，我说的我能搞设计去啊，我啥还是我搞施工啊，我把这个要求这个洞口
他不可能是我要求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有设计师有那啥，我能说这个洞口有多大吗？哎呀，我坐一会儿了，不行，我胃受不了。大姨，我如果啊，我说实话，我一点不跟你撒谎。如果这个事儿我要处理不好，公司会怎么办？那我听你说我做的事。我跟你说，是因为我就是没服务好这个事儿，在我这儿是天大的事儿。就是我没想到，就从我进屋到现在啊，你说有问题，就你说这什么窗户有地热呀，有墙啊，大姨都不用你告诉我，就你告诉你自己，你问问你自己是个啥人。咱都讲理，咱都人心都是肉长，这都是干活的。这帮人是干活的，这帮人不是神仙，说不是激光打出来就是嘎嘎的，就像照片似的，往那一放。老师在那呢，一会儿我为啥要跟老师聊天？我说实话，大姨，我都不知道咋面对你，我不知道咋跟你说。从事实本身来讲，大姨我就不相信，我撒谎不是也能我今天把钱退你，明天你要能给他拆的，我都跟你姓。明天不拆的。归根结底就是2000块钱的事儿。这个阳台贴砖管你要钱，是你只字没提钱，对，但没有钱解决不了。对呀，啥事是没有钱解决不了。不就这道理吗？我咬文嚼字，我绝对是咬不过你们，你们都是书香门第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那个咱得讲理。你讲理吗？我咋不讲理啊？我咋不讲？这出不出现问题啊？出现问题给没给你纱窗啊？来整改，他给我纱窗。我现在我不想跟你说，等一会儿你家公司回来了，因为啥呢？我现在跟你说太多没有用。按照正常人来讲，说这门洞口小了，那来我就给你解决洞口这事儿得了呗。我为什么从头到尾我又问了你一遍？我就是不想让你把这些事压在你的心里头。说句糙的话，不好听的话，这点逼事儿，你这上点火，吃点药都犯不上。我知道。我也没只能看出来，整个长春市，阿姨，我对灯发誓都行，咋地都行，就是真的是没有第二个张哥，这种事情太多了，基本上每家公司每天都会有，真的是没有一个老板会出来解决。我撒谎是狗，真的。就是我自己这个小家，我装个舒心点爱嘛，没毛病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不需要说什么完全都达到我的那事儿的。你就说这个墙拆了，你说我心不心疼？你们花钱我还得心疼，他们砍的没有权利的。是不是？不是他重气，你不用管他砍断，他重气。重气你边你是不是那个地砖啥的？不是，那都是小事，你不用担心那个。那个从施工角度来讲就很容易，你就不用别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就拿我往哥俩换一下位置，正好我哥俩都搁这坐着呢，我就是你家孩子搁这嘎达，你希望我哪做就行，你就拿我当孩子就行，没事。是你说我也不是内行，我也不懂这玩意儿，我就知道这个洗衣机多少钱，我只能去挑你，我也不懂这些。刚才说的那个吧。2500块钱吧，好像是吧？2500块钱这个事儿你记着点啊，马上就给你兑现了。然后其次就是这个位置，我的建议是啥呢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采纳一下，就是你里边那个位置，里边的那个墙，我建议你给那个墙变薄，这个墙不动，你就动完了，你这边就变小了。这我真接受不了。举个例子说，我这个墙我给你拆了，拆完以后这面就差了小10公分，你能不能接受？我要你2万也不多，多啥也多，是不是？我要你3万，我都那啥。你要我20万我都得给。我不是，我不能那么做。现在你不干啥，就经济上吵吵。那你觉得2万合理不？不是说合不合理，张总，我这是说给你个教训。1、2，看见这3块砖了吗？就这3块砖，多了都不用，就这3块砖，把这3块砖往里延伸10公分，往里过10公分。然后你的洗衣机就扣进去了，你的门还是这么大，就这边这都没动。你洗衣机放里，就是说我65的洗衣机，我这上头是不是啥都搁不下？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把这个墙往外挪，你的厨房就小了，上面什么都不动，上面还是你的柜儿、乱七八糟这些东西。你欠的这么大，就我一个大省洗衣机那个面上，我搁啥东西都拿。现在我家都搁。不是你这个面是没变的呀，这是我的建议啊，就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，你要接受不了，我就把这墙拆了，然后咱重砌重整。就完事了，墙拆了，那这地啥的都得重新整。那你不用操心那个事儿，你不用管那事儿。要是说咱干啥，就是说已经造成损失，这样式的，就是在经济上再给我补点，完了我少交点，就完事儿了。你说数，我说那我说多少钱，我不给你钱了，你现在给我干吧，对不对？你说数就行，没事，多少钱都是他出，多少钱都是他出，我说出2万，那你出吧，那我不管了。2万块钱是不是？对，这2万块钱包不包含那2600？那不2500那就不要，就这个一共就给你2万呗，给我2万，我说行不行？我没意见，你同不同意？真的，这不应该出现。那就拆了重整，不应该出现。把这块拆了往那么挪。你说是不是，张总？拆了往那么挪。你听慧德跟你说啊，这事不是说的。哎，你听慧德跟你说，首先呢，你要想他干这活能挣多少钱，我干这活能挣多少钱？你们就是说我都考虑的，我们挣都挣不上2万块钱。你们出现这事，那你们就承包，你们买单吧。我要你2万也不多，多啥也多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我多吗？你都说不容易，谁考虑我不容易？我拉家带口整个瘸子，这一大天，咱你觉得2万合理不？不是说合不合理，张总，我这是说给你个教训，我并不是说拿我这2万块钱，我心里得劲儿，我那啥。没事，刚才我老师说了，咱家也不差钱。我想问问老师，不是说你差不差钱，你要20万我都给你，没事。张总，咱不能说那啥，没有这么事干的。你说出现这个问题，你说哪能这样式的？你就这么是一个坨子，你现在就是说咱都不改啊，现在就这样式的，拉个门进来了，你洗衣机这个能不能搁上？你们当初脑瓜子吃屎了吃屁了啊？你这样式的就进来，能不能进来？你说这我说不好听的话，我不骂人。
就说心里话。你当初你这咱们说香门第，别骂人。不是说香门第，张总，你说你们是长脑瓜子了还是没长脑瓜子？我要你2万，我要你3万，我都那啥。你要我20万我都得给。我不是，我不能那么做，咱就说这个事儿。那你说你咋的？现在你不干啥就经济上惩罚？你老师，你觉得2万合理不？也没啥不合理的。他按你说，他这其实能整下来，就整完。没事，老师，我让全网见证。今天你说讹我一下，我心里老不得劲儿。我说这老太太这么不讲理吗？我就为了那个瓷砖贴2000，要2000块钱，我就来讹张总。不是啊，就是出现问题了。那你说这么大2000的事变2万了，你说这个事可咋整？大姨，那我想问问你，就这个，我现在我活没干好吧？我是不是没到交工那个步？我是不是没教你活呢？我全拆了，不犯毛病吗？不犯毛病。那行，全拆了完事儿啊，就这么地，我走了，大姨。OK 了，明天就拆啊。全拆，张总，现在就拆。张总，找人现在就拆啊。全拆了，一个是保证我原有的。大姨，你放心，全屋全扒了，我重干。那是我的事儿，你不行，你楼下现在你施工，那是我的事儿。一个你工期长，你再一个刨一个，大姨，人家不同意，现在不，那是我的事儿。我说句不好听话，我把这房子扒了，负法律责任是我的事儿。那不行，那绝对不能行。咱说点，咱我跟你说，张总，没有那啥，你那就没有必要。不是说有咋没有必要呢？张总，不是你没有，你光靠这个东西都给我砸了。我现在说行，要是赌气都不合格，你都给我砸了。不是你赌气的问题，我验收不合格，我必须得砸。你砸我都不能让你砸。我验收不合格，达不到我的标准。你验收不合格，顶多砸1块砖，那也就完事儿了。我现在是我看这活都不合格，我必须得砸了。那不可能，窗户不合格，墙不啥不合格，我全砸了。你说要都不合格，那你这工不知道你咋开的，一直开到这么长时间，对，还不错，无所谓。我不光这个事儿啊，你就是说你做到了，你因为啥？我再去需要就是说惩罚。对不对？你惩罚不是说2000、2万的事儿，你们做的我不发现这个问题。不是你不发现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得我解决？对呀，你解决，你为啥？我是不是得拿钱解决？那你拿钱解决，现在我提出你不同意吗？我没说不同意，我同意啊。那同意，我给你啊，就完事儿了啊，给你，那我得砸呀。你砸那个砸哪个？砸那你说都扒了都砸了。我哪儿不合格我拆哪儿呗。啊，那哪不合格？那你说现在哪不合格？不是，首先窗户不知道合不合格啊？窗户我已经没找人家那个说的你不行，你那啥，咱们已经施工了，已经整改了，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张总，我是不是得跟你汇报这些过程，对不对？所有的问题我过程我不汇报，那就这一点事儿无所谓，你给我2000块钱我就完事儿，走人了，干活就施工就完事儿。现在不是，就是哪儿不行我就得花点钱。那你不说就钱能解决问题，就钱解决？那不是我说呀，是我不给你钱你也不同意啊。那我不同意，现在你看你达到我不满意，你说呱都拆了，你说谁家能这样式的？你施工完了，咣这都到2月了，你明天你再施工，呱都拆了，你再整3月2月，谁家能这样式的？不是老师，我这样咱俩重聊。你先说老弟，老师大重聊，你认为这嘎达我往里卧3块砖，能达到我们的要求？洞口比正常洗手间要大，然后能达到你的要求？你认为就这3块砖值多少钱？那得是看你说值多少钱呢。他既然老太太提出来了，老弟，咱们俩换位思考。现在老太太提出来了，那你说这个事儿，你要换位思考的情况下，那你要这么聊天，阿姨，我告诉你，哪有问题我就解决哪儿，就完事儿了。那你说挺好强，我解决的你挺好强。现在你这墙，你现在具不具备交工条件？现在没具备。不具备交工条件，我拆了毛病吗？这当初你要是设计说你要拆，那我肯定不能让你拆。这已经施工了，定型了，咱们该咋整咋整。你这嘎是属于你不合格了，你到这儿来施工，呱给我拆墙。不是我达到你的标准就行了。你达到我标准，你不能动我原来的东西。这么的，那个惠德没别的意思啊。如果你真是要2万的情况下，我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啊。要么就走公司正常程序，不满意退全款；要么呢，咱们就让那个3方是质检呢，还是这个市场监管呢？那个不用，你找市场监管没用。他来找我钱，我不同意。你这么给我说，不是咱不解决不行吗？不是，咱现在开仗了吗？张总，你说你现在是打仗了还是咋的了？不是我解决不了了，不是下一步咱要谈不妥我就得拆了，拆就得来。不是你拆了，拆你管你的事。我拆你能不能让我拆？你不让我拆，我就得拆，你不得啊？那我别来了吗？那我挺好家，你为啥给我拆了？我没干好啊。咱们要是说那啥的话，你对阿姨，我对你说对，我求求你了。那个你说咋整就咋整。不是我现在说就是2万块钱，大哥，来老师，你告诉我这3块砖能值多少钱？那你不能按砖那啥算。多少钱合理？我就给你多少钱。他能值多少钱？你告诉我，他也没干过，他能值多少钱？我不想老弟，就是我，你别的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说是老弟了，你都是我爹，我就告诉你就告诉我，就是惠德这3块砖的毛病值多少钱？全网看着呢，他值2万块钱呢。说值2万，现在就是说惩罚谁呀你？惩罚你们做这施工是不是？你惩罚谁？设计。你惩罚设计师啊？收你设计费没？我不知道收没收。他里面肯定不花设计费啊，弟弟。那钱我打到。他们说在里面他设计，不白设计，他天天。不是我打到那啥，你们设计花不花钱？那是你公司给他的钱。行了，我也听出来了。不是听，就是今天来就是啥呢？2000变2万的事儿。那个你这么的，大爷多了咱也不用唠。就这个事儿，是不是少2万块钱解决不了？我没成想你张总能说出这话。哎呀，你不用成想，真的，事实在这摆着了。听我说了，事实放着。我站在中间人，你听我说。谁家不可能说拆着呱呱呱的？我站在中间人的角度。咱们俩就是包括我也我妈是不是啊？一个老弟站在中间的角度理解，你这个事儿你怎么你提出一个意见，
这个对不对？他提出这个，他提出是他的意见，弟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？有道理吧？你提出你的意见想法，完最后不就解决了吗？这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弟弟，你说你我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们也弟弟，我说有没有道理？不是，现在都是你说一个，他说一个，最后不就解决了吗？不是，你说我们咋知道那张？来，工程部来，你俩来。你说我们咋知道呢？给阿姨个解决方案，看咋整？不是，哎呀，行，施工就别说了，施工不说了，人现在去谈钱，看多少钱合理，谈钱。我不说了吗？2万吗？你再说一个，你再说一个。不是，那你说出现问题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要2万，你都急眼了，又报上手，真的。你要2万，我都你报上。大姨，咱俩别吵，给我就要，咱俩别吵。你给我，那儿也要，这也要，要啊，这也要了，要啊，你给我就要。那我不给了，你不给了，那你张总，你这么大张总。我在跟你别端。对呀，你所有的对，我在跟往后换。我听咋整？没事。我是领导，我在规定的工期内，我还原一个阿姨想要的门洞口洗衣机、内墙、网过器重新扒了，地面全扒了，合理。我在工期范围之内，就咱合同工期范围之内完工。到哪天是合同？咱有现在3个月工期。你们当初又减礼拜6、礼拜天，我当时我都不知道，我就是按3个月那么算的，对不对？就是90天算的。我不知道，也没人跟我说，不用说没人跟我说，不用强调那些没用的了。现在就是说你90天，你在90天范围内你交给我工，啥说没有？或者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你哪能这样事儿的呀？是。抓紧，咱这是不是？我就是说房子。听哥刚才跟你说，我知道，没事，我先让他说，他要不说憋心里不得劲。你别让他说了，说的我都受不了，行不行，弟弟？行，领导啊，你也别说，你说也没有用，别说，对我没有用，你说也没有用，你说只是最终工程怎么干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是没毛病，这么满心的希望就是普奔那啥的，是连自己家人我都没相信，完结果这事儿就整，我就寻思装好了，我还想给你当样板间，邻居说还装修，看你家装修啥，天天来看。我说的这事儿的人都不知道，知道这事儿的人谁也不能干。人左一趟右一趟的，人都说了，你咋能这样事儿的操这么大心呢？我说是我自己可能也是存在毛病，不应该这么拿着房子这么大的事儿。对。哎呀，我真的我没成想这事儿。现在我就是急的我老头这样，如果没有老头，我就是咋跟你们，我天天来天天看我都行。大姨，你说刚才当孩子的白说了。我说你就放过你自己，别给自己那么太较真儿。人生不就是房子这一套事儿吗？没毛病，是不是？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那你听孩子跟你说2句行不行？行啊。你首先第一个事儿，你在我这要2万跟要20万是一个道理，因为都不可能。我只有2种解决办法，一种是给你退全款，一种是我从我自己兜里给你往外拿钱，我还得扣他的，拿下来人拿下来，我还得扣他的。那就说白了，他得从他兜里给你往外拿钱。一种就是从集团给你往外拿钱，能明白吧？且得让你得劲儿。如果你要是从集团走程序，它是需要时间的。你这一个时间下来，阿姨你心里面，我认为就你这个脾气。不知道，如果要是从他兜里给你往外拿钱，你寻思他也是你孩子，就我不需要你同情他，我也不需要你同情我，你就认为就打个比方，你说这个事儿你是惠德，我是你，我是不是得寻思我他妈得要多少钱他能干呢？不是说多少钱，我没想到说拿多少钱能干，哎呀妈，真的我没想到说这拿多少钱能干，但是你的承诺不满意，老弟就对呀，没毛病啊，我承诺可以啊，后期不还交那个不还有一部分钱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就从那儿咱就给他整。不是，你听我也受不了，我知道，你听我跟你说啥意思呢，大姨，就是无论是他也好，还你家我大哥也好，你也能看出来，我大哥吧，这个人我家孩子都着急了。不是你家孩子着急，孩子是不能说为了这俩钱伤了自己的身体和家里，就是该开就开，该咱们整。你们看能补多少钱？完了就完事儿，不想再动了，大张旗鼓。你要是如果干，我也想让你们大张旗鼓都动都咋，重新做。就赶紧讲话，也不是补，就重新做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先跟你说一下这里边的逻辑。阿姨，咱多都等了，不差这2分钟了，你听着就行，你别说话，因为你再说话是吧？一会儿你再生气啊。这里边逻辑是啥逻辑呢？如果在整个工程施工当中，你要不满意，退全款，这是公司行为、集团行为。我不是一个个人，我后边有2个集团，能明白吗？2个集团在支撑我做这个事儿，要不然我不可能起来。这是第一个事儿。第二个事儿，如果且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，且让你满意啊，就是说白了息事宁人啊，让你也得劲儿，赶紧把这事了了。进行下一项，那就得他承担。你认为他能承担？没事儿，你认为他能承担多少？你就要多少？我可不能这样似的，我不能那么伤人。那就是这个事实是如此的，而且不是没有解决办法。就这个事儿拿到集团，拿到法律，拿哪儿都是。我在工期之内，我把这墙不满意，我拆了重干，全中国都一样。你问谁？你们同学，咱不是干装修的，你问问。你说你这墙砌锅格，你赔不赔他钱？你给他拆了，恢复到他满意，赔不赔钱？没有这个心，但我有，我可以有。但我可以有，不是证明我们就是因为你的承诺，我才选了你。所以说，阿姨，你要是你听我跟你讲，阿姨，如果是每户都是有这种情况，就是因为人我这不是说强词夺理，在这儿。你听惠德跟你说，我不想跟你吵，我不让你吵啊。惠德跟你说啊，
人工干活从前到后100多项，要想挑出毛病来，哪项都是毛病。不是挑出哪项，我没要求。哎呀，你说我提出那啥，那我得谢谢你。我就是不是说你谢谢我，你这是贬低我。那没有，知道没有，我不用那啥，我就是说这块儿，你就是说给我达到那啥我的要求，在经济上补偿，那你说呢？别地上那个补偿我都可以不要，你说呢？都不要。我不说，我说啥了？我说2万你不同意，你要报。要是啥的，就好像咱们今天打仗似的。那不是，那不真的打仗我也不可能啊。我为啥我全程老总你说出这话了，我都觉得心寒。哎呀妈，这咱俩你能要出2万，我心也寒了。我要出2万，我也别说那啥，我觉得我从装修到现在心里不太得劲儿，所以说我你哪不得劲儿了？我哪不得劲？张总，我细小的事儿吧，我不能说一样，你也没时间听我。今天你是破例了，我有时间，你说吧。听我那啥，你的还有你的任务，我不能因为这点小事耽误你身体还不好。这说心里话，你也不容易，我也知道。你看瘦成啥样，这身体不全是为了工作，不是为工作，为业主服务，为业主满意，是不是？我不能再那啥你，我也同情你。真的，纱窗我可以不要给他拿啊，纱窗都给拿回去。可以。那这块要多少钱？不是，咱就说这个事儿，那多少钱？那你们看呢？那你说我要你达不到？你这么的咱俩吧，目前谈到这种程度，你说我还咋？有2种解决办法，又有2种解决办法。一种解决办法呢，就是我们实在不行找个明白人过来看看。他说咋整，咱们就咋整。我所谓的明白人是啥呢？我们可以找3方鉴定啊，也可以找这个施工部啊、住建局啊、招生协会啊，这都没有问题啊。他认为说我这个应该赔你钱，你放心，我10倍赔你。不是，张总，你也不是，你可千万别不是啊！就你听我说完，他要说这有问题，我10倍赔你；他要说没问题，在工期之内给人干完，就啥问题都没有，那我们就正常往下走，钱。刚才你也说了，这儿你也不要钱了，这儿你也不要钱了，纱窗你也不要了，我们就正常往下走。不是，就是说你平白无故的你就那给我砸墙后眼就洗衣机里，那合理吗？合理。不合理，我认为不合理。那是你觉得不合理。你当时设计你没给我设计，那是你觉得。当时你给我设计里，咱俩不犟这事儿。不是，那是你觉得不合理。当初你设计在里头了。那只是你觉得不合理。不是，你当初要给我设计到里头，我啥不说。你要是非得犟这个事儿，不是说非得，你就找个明白人来。我咋找明白人？我找明白人，你找不着我找，我找着你找不着我找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动摇我原有的基础。对不对？你原有这个除了房子是你的，这装修砖是你。不是装修，你说我这么大地方，就是说你搁个洗衣机，你就达不到我的要求。反过来你这么做，我要求赔偿，我就过分了。你要2万？我不是说要2万，那你看你不同意那啥呀？我不是不同意，你要20万我都给你。那可不能，那可能我要2万你都急眼了，又报上了，真的。你要2万我都你又报上，我现在那你我说给你，我给你啊！你说给我，我也没说那啥，你给我就要呗，你给我整改啊！我给你整改没毛病，谁没说不给你整改啊？要是屋通通都砸了，那我当然不愿意了。你装修完了，这通通的砸了，一个是养我工期，在所有的屋你都给我砸了，楼下楼上装修，你这个时间过长，人家邻居也不干，邻居不干那是我的事儿啊。你的事儿，你装修这样式的，你通通都砸了，有没有这样式的？你都砸了。你要说是给我这个砸了，你说重新总改，重新。哎呀，你刚才你自己说的啊，你看我给你捋一捋，那儿你可以不要，这儿也可以不要，纱窗也可以不要，你自己说的吧？我自己说，是不是？不要是你给的，我要。你们出现错误了，你们出现错误了，不给了，你出现错误，是不是你自己说的不要？你出现错误补偿我，咱俩别吵，给我就要，咱俩别吵，你给我就要，那我不给了，你不给了，那你张总，你这么大张总，你说说，你们出现错误吧？有没有错误啊？有没有错误？哪有错误吧？哪有错误就整改哪儿，哪有错整改？但你不能干了错误，没事，没关系的，干了错误没关系，干了错误，你听意思，你给的，咱俩别喊别犟。刚才是不是你自己说不要了？我不是说我不要，出现问题你张总说的，我没事先管你要，是你张总给我补偿，我给我补偿我当然要了，谁给补偿不要啊？是不是啊？那你刚才不是不要了吗？不是，就是说这钱的事儿吗？这嘎的事儿你也给解决。今天不主要是这嘎的事情吗？对你那块你要不要了？这嘎要，你给我啊，那也要，这也要，要啊，这也要了，要啊，白给的为啥？那就哪有问题我就整改哪，2500块钱我给你，明天就给你，这有问题我就整改这就完事儿。那整改问题我不同意砸钱。你不同意那就啥时候同意啥时候再整。那啥时候同意啥时候？那谁告你啥时候同意？听你的。那就这样子呗。听你的。你不是说听我的？你说当然。我装修的工期你没有。你2万块钱我掏不起。你掏不起，那你说给多少钱？我给不了。那给不了，那不还是你们存在那？我给不了。你这有没有问题吧，张总？你说你这个设计有没有问题？设计有问题，我就对，有问题吧？有问题不代表我要拿钱，那你管我要20万，我得给你20万。我不是说管你要20万，现在你们说要我要多少钱？全网看上去，我让所有人都看看到底是咋回事。不是所有问题你可以看呐。阿姨，我是很心平气和的，我再给你解决这个问题。你再给我解决，现在你一张嘴管会得要2万3块多。我不是说一张嘴要。那你管我要2万跟要20万不一个道理吗？在咱们协商的基础上。我不协商这事，协商
帮不了，就有问题我就解决问题，出现问题解决问题，你解决问题可以，你解决问题你不能找我这家。明天你这样，我找个明白人上这旮瘩来给你普及普及，你就知道了到底应该怎么办。我外行，你外行不怕的，没事啥问题都没有。这个没在设计范围内，凹墙没在设计。那这个墙在设计范围内没？这个在设计，你们设计的，在不在啊？在你们设计，在我往动挪有毛病没有？没毛病，那就挪就行了呗。那我就拆了挪了，很简单，完事了，解决完了。明天把这墙拆了挪了就完事儿，哪有问题整改哪儿，2500块钱明天给人家，我承诺人家的了，这儿搁这儿就完事儿。这个地在原有的基础上是扒不扒？大姨啊，你说扒我就扒，你不让扒我就不扒。说那个吧都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点受不了，知道？你听哥哥，他不最后还有那个，你也不用说那个，他不最后还有那个尾款吗？你就差不多少的你就得了。你哥现在我也受不了。听我跟你说一个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大哥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帮你就是哥，你就是把这个事咱解决完就完事儿，咱该回家。大伙我们家我知道，爹还在这下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爷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你看我这个例子恰不恰当？就好比是啥似的呢？好比是我大哥是老师，我大哥搁外边干补习班，完了那个我找个人上我大哥那上课去，回头来我就举报我大哥，我说他搁外边私自开班，这个一个道理。你就哥你就听我说，就不行，咱就把这个你也说一个，给他解决完，咱就回家。老弟，我是不想，我实话实说，我说了不算，我也不想动这个墙，就按我刘哥说的，把这个往里面抠一抠，解决。弟弟，你就说一个，让他得劲儿就完事儿了，你也别说2万，什么叫2万？你张嘴就2万，是不是？弟弟你也说一个数，你就当满足他心愿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像你说那个弟弟，我这个行不行？多少钱？我给弟弟，就这么个毛病。你说你动这个墙，敢讲话的咱修行，咱别劳民伤财，把这个墙非得往那头窜。你就是按我刘哥说的，把这往里抠一抠，你跟他说一个，让他心里满意，让老太太心里满意就完事儿了。弟弟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弟弟，有道理，这是。确实是哥是不是在解决？哥是不是哥没有向着你，没有向着老太太？没毛病。弟弟，我说对不对？我也没说张口什么2万，我这2万。你妈，你别说，就是你既然信任张总，你既然信任弟弟，我也信任。既然这咱们都选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就这个事儿就让我老弟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，把这个接下来干完就完事儿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这随便咋地都行，真的没事儿，咋地都行，不用，你就哎呀，你听我跟你讲啊，这有啥用啊？你这我们孩子接触学生都那样，整这些干啥呀？没成想出现这么那啥。阿姨，你刚才说一句话，我得那个跟你聊聊。你说你没成想我能说出这样的话？真的要报。你至于咱这是我就是说你诚心诚意。你听我跟你讲啊，全程咱家公子在这儿呢，你家我大哥在这儿呢。我不是说我要报解决问题，我是想跟你说，如果这个问题达不到你心里满意，我说咱们找个明白人。我刚才我说的很清楚，他说慧德你就应该给钱，我给你拿10倍。你就把这个问题你就赶紧解决。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讲，不是我不解决，就是他现在这个劲儿解决不了。不是你跟他说，我没啥解决不了。我今天已经都耗过事了。对呀。一下子咱们把这事儿解决，你该休息休息，是不是？身体不好，你就看给我一个合理的吧。你认为多钱就行？最好咱们解决完了，回头能不能骂我？不能，咱今后都不来往了，今后都不来往了，争取你这工期啥毛病没有，我啥也不用。像你说通下水整这整那，争取啥毛病没有。你也尽心，我也尽心，我就认识你一回，张总，真的就行了，100%的信任了就完事儿了。是不是，张总？不要那啥了，再纠结。现在纠结，我现在满脑子，我现在想啥我都想不起来。那我明天再聊。明天没时间，你还挺忙，我也没时间再过来。没事。现在这事忙不忙的不重要，我先把眼前的事解决掉。你今天你就把这事儿，张总，你说一句话，完咱们就完事儿。我跟你说一句话，真的不要再纠结，不要再涨。我现在也耗不起，我这岁数60多岁，老人65岁。你精力挺旺盛，我旺盛是旺盛，你们这就说我呀，你都够参加那啥了，你对你这房子太上心。上心没毛病，有毛病咋没毛病？不净事儿吗？这老逼太太，这一天这事儿，明天那事儿，谁说的？都得骂我。谁说的？不是谁嘴不说，背后都得骂我。哎，那不背后的事儿吗？那是背后的，他愿意咋骂咋骂。现在就是说我已经都这样事儿的了，我操心。那背后谁人面前不说人，谁人背后不被说呀？你就像我似的，我从小从这屋走出来，你就说这慧德，我以后装修再找他，我都打的不行的。你身体也是那啥也不行，我这体力都透支。你看我满身出汗，心脏也是不好，真的。爱人还在车上，现在一大天了。对于那啥这些事儿，我就是今后我争取，咱俩
别再那啥，我也挺烦。其实啊，我自己一会儿也知道。瓷砖，还有那个我自己牙口，日后的这些牙口，还有白铜板，我自己还有的等等那个一些那些小东西，全都是咱们送的嘛。现在属于，那些东西设计师给算完的底价是7500多。